比特币的空单该继续拿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目前我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空单呢，不过你可以看到，比特币呢目前已经回到了我的开仓价附近了。那我应不应该出场呢？好，我们一起看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。我会认为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空，或我个人认为，接下来我们至少在大周期，比如说日线上这种级别上面呢，我认为还是走下跌或者是震荡，这两种可能性是最高的。为什么说它不能走上涨，或者说它突破前高的可能性不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其实多头呢真的已经没力了。我们可以从几个证据，或者说从客观的角度去证明它。我们可以先从周线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MACD 的部分呢。你可以发现呢，目前我们在周线上，你可以发现目前我们这两波上涨啊，包括我们前面这一波，还有后面的这一波呢，它已经产生了衰竭了，也就是上涨的强度呢，它正在衰竭当中啊。衰竭过后呢，如果我们的快慢线啊，它在后续的上涨，它没有办法突破前高点，前面这个高点的话呢，那我们终究只是处于一波正在衰竭的上涨。那衰竭的上涨呢，通常是无法支撑太久的，或者说它很难再创出新高了。即使创了新高呢，它也涨不了太远了，它会非常的危险。那当然了，也不止从周线上看啊，或者说也不只是从 MACD 这个证据，我们也可以从 OBV 啊。那当然 ，OBV 跟 MACD 它所着重的关键呢是不一样的。OBV 呢，它所观察的呢就是量能有没有跟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OBV Unbalanced Volume。那关于这个指标的用法呢跟解释呢，我们在过去的影片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目前上涨的这三个高点啊，这个高点，还有这个高点，还有这个高点啊，这三个高点，它所创出的 OBV 呢正在逐渐的下降。那这可以代表什么事呢？就代表啊，我们随着价格上涨呢，量能是没有跟上的。虽然说都是背离，或者说都是客观的指标，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OBV 它显示的是我们这波上涨呢量能没有跟上，多头的量能没有跟上，也确实是这样子。当然这只是客观的一种表示方式，我们也可以很直观的，你可以看我们上涨当中呢，它的量能呢，它正在不断的走弱啊。那当然它也会显示在 OBV 身上啊。那我们从周线上看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的这两波上涨呢，已经在衰竭了，强度有在衰竭，上涨的强度有在衰竭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比较大周期的周线的日线，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不看接下来的行情呢？它在修复之前，它可以突破前高。那当然 ，OBV 它要修复呢，它会需要时间呢，会需要重新酝酿一波上涨或者是我们更暴力一点直接上涨，然后把前面这个高点呢给突破掉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这个可能性还是蛮低的。好，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所做的这张空单其实这张空单呢，我认为目前的反弹呢，它都不足以触碰到，或者说不足以逆转我们当时做这张空单的原因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目前有一个互换是在27300嘛，我相信我们频道也强调过这个位置非常多次了。这个位置27300，如果说它被重新站稳的话呢，那我认为这张空单就一定得走人了，就一定得走。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可以发现它反弹的其实也是挺弱的，而且在这里产生反弹，我认为是合乎情理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反弹的这个价位呢，它跟我们前期缩量的 K 线基本上是重合的。你可以看我们这两根 K 线极其的缩量，我们可以画出 K 线，你可以发现它的实体部分很短小，然后我们下方的量能呢也是非常短小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两个 K 线这两三根 K 线呢非常非常的短小，然后我们的量能呢当然也很短小。好，那通常在这种上涨当中，它缩量的位置呢，它就很关键了，或者说这种上涨当中曾经缩量过，然后后续又在突破向上的位置呢，这个位置它如果能再被跌破的话，通常我们这波上涨就是告吹了，就这波多头呢就已经结束了，或者说也不说多头这波反弹就已经结束了。那当然有比较更宽松一点的看待方式，就是比如说前低点26000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破了的话，那多头肯定是没了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拉一个上涨的618，我们拉上涨的618，它大约在26300左右，26300其实离26000呢也不会相差太多。但如果说我们抓的是这个前期缩量的位置呢，缩量之后上涨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，或者说提早一步呢，
判断这波上涨是不是结束了。那我认为这个位置要跌破也是很关键的。当然在这里产生反弹呢，也合乎情理。好，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到4小时。4小时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它反弹呢，它第一个是我们在假日嘛，它假日的上涨呢就比较不足以采信，或者是你可以看啊，它重要的关键位它就还没有上去。那我们做的这个小反弹呢，我认为啊，它是没有威胁到我们做空的理由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啊，以太坊的话呢，它现在是来到了支撑附近。那很多人可能会说了，为什么在支撑附近可以做空呢？其实我们做不做空是看它还会不会下跌，并不是说这个价位好不好啦，或者说你有没有空在高位啊。我们看是能不能产生利润，它还会不会下跌？哪怕它多低，它只要还会跌，我就敢空；哪怕它多高，只要它还有可能涨，那就应该要做多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以太坊呢跟比特币来合着看一下，比如说呢，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在2万5左右的这个行为。如果说比特币呢，它在接下来测试2万5的时候呢，它做出了跟以太坊相同的这种动作的话呢，那我个人呢就一定还会再去加仓做空它。你可以发现呢，目前以太坊啊，虽然说它还没有跌破支撑呢，但是呢，它在支撑上的行为，或者说这个支撑呢，它一定有在变弱，这个支撑有在变弱，1550的支撑有在变弱。那我认为支撑有在变弱，或者说以目前呢，在以空头为背景的情况下呢，然后以太又比较弱，以太它就值得空。那即使没有空在高位，赚的少一点，仓位小一点，赚的少一点，总比错过行情要来的更好的多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第一次的反弹，那当然是不能在这个支撑空了，对不对？它当时产生这么大的反弹，那后续它也有不错的反弹，虽然说比第一次弱，但第2次反弹也是不错的。但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次呢，它反弹了，对，它反弹了，但是反弹完之后呢，它还在原位，还在1550左右，它并没有产生一段距离，并没有。那我认为它这种反弹呢，它就可以显示啊，以太坊在目前的支撑上呢，它一定有变弱。所以我个人现在还会持有这张空单。当然，以太坊如果跌破的话呢，我也一定会在以太坊上面的仓位继续加仓的。好，那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赠送你$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。那 OKX 你只要 KYC 就会获得$10的赠金，都不用交易。那如果你交易了，你可以再获得额外的$20的体验金，不管是现货，不管是合约，也不限定金额，所以挺适合散户的。那如果说你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，你只要在注册了 OKX 之后呢，然后在下方留下你的 UID， 然后我就会随机抽一个，并且呢在下方留言，然后寄 OKX 的水壶给你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最右上角这个，然后这个。就这款水壶就是我们要抽的奖品啦。那我来示范一次哦。比如说呢，我的 UID 是123456789，那我就这样留言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。当然了，要先注册一个 OKX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